自从菲斯克被马特击败后，朴素的地狱厨房还是没有变得平静。他的名字是格洛托。就在1个小时前，我只是爱尔兰帮的一名小混混，帮派高层被神秘组织袭击，并且在极大的火力打击下 ，S 遭受了巨大的伤害。格洛托幸运地逃过一劫，可帮派却认为他成为了追杀目标。他请了麻吉律师事务所的3个人，希望他们能担任污点证人，申请保护计划来保护证人身份。没等马特答应，格洛托因为受伤太严重昏迷了。同时，案发现场非常惨不忍睹，所有人在 S 后都失去了一只手，就算穿着防弹装备，还是被大炮打中了。布莱特建议2人别管这个案子，对方有一个类军队的组织，技术精湛，掌握的武器足以毁灭城市一半。但是通过超级听力，马特是听说的，本地的帮派地狱恶犬也遭到了惨烈的屠杀。谁能够如此残忍呢？刚放出来的小黑告诉马特，菲斯克进监狱后，各方都疯了，他企图完全吞并菲斯克的产业，他可以向新晋的范地集团打探线索。但是当马特来的时候，这里每个人都跟猪一样，被钩子吊在冰箱里等待死亡。马特害怕的是，对方只是一个人，而不是一群人。同时，魔鬼已经来到了医院，黑色冬季不变的防寒外套，给他一个标准小平头，大家都可以想象出，他其实就是那个负责惩罚超级英雄的家伙。病房里的格洛托听见声音，马上带卡伦离开医院。伐叔拿起狙击枪，瞄准格洛托，就要开枪了。马特准时到达，他和伐叔开始近身厮打，但却发现自己无法控制对方。伐叔其实是弗兰克·卡斯特的真名，我是个退役的海军陆战队上尉，除了精通使用枪械，熟练掌握各种格斗技巧。经过一场激烈的战斗后，伐叔变得有些不耐烦了，一枪打中马特的脑袋，然后消失了。幸好头盔做得很好，马特只是晕过去了，头部没有被子弹射穿。安排好马特了，伏击去了警察局，碰到了地方检察官雷耶斯。到目前为止，伐叔已经杀死了近100人，都是地狱狗和爱尔兰黑帮来的，以及 D 集团的帮手。雷耶斯自称是惩罚者，绝不停止，直到彻底击败。他要求格洛托戴上耳机，假装和地老大进货，骗他给我货。要拿到他的犯罪证据，必须给予他证人保护计划。在雷耶斯的极力逼迫下，作为辩护律师的福吉最终只能同意了。冯特被追中子弹脑袋，感官出了大问题，但他一直保持不停止。马特把破的头盔拿给裁缝修一下，然后就去了爱尔兰调查谋杀案地点，沿着地上的狗毛和血迹走，最后找到了伐叔的房子。屋里只有一只受伤的狗留下了，和各种强力武器。伐叔通过地下交易购得警察局的通信器材，随时知道警方的动态。这时收到了无线电信号，雷耶斯准备开始行动了。格洛托到达了指定地点，但来的不是地贩，而是雷耶斯派遣的佛波勒出场。医院的经历，雷耶斯认为伐叔绝对不会放过格洛托，所以决定利用格洛托来吸引他，计划诱捕目标并消灭他。就在这个时候，一辆超级大卡车闯入现场，尽管一开始就被疯狂射击打住，里面坐的压根不是伐叔，后面有黄雀。伐叔站在水塔上等着格洛托露面，准备给他一个致命一击。马特猛扔烟雾弹，乘机接近伐叔。远处的狙击手发现了，对2人进行了无差别射击。马特被困境包围了，根本没法对付伐叔的攻击，所以索性直接伐叔叔直接跳下2楼，脑袋又被狠狠地敲了一下，导致马特感觉乱七八糟。而老练的伐叔也意识到了这一点。等伏击来的时候，地上只剩下一条让人不舒服的红色地毯。马特就这么说完了吗？你真的了解惩罚者的堕落吗？伐叔的真名是法兰克·卡斯特，曾是海军陆战队上尉，为国家做出了贡献。但是由于亲眼目睹黑帮私刑事件，他的妻子和孩子们都遭遇了枪击。我相信叔叔肯定有罪。他还嘲笑马特坚持不杀人的原则，只会让坏人做更多坏事。为了让马特明白真相，把伐叔带来格洛托，把手枪交给马特审判。格洛托解决了帮派中的叛徒，而背叛者的妻子和邻居就因为见过他长相，最后都落入了克罗托手中。如果马特让他就这样走了，那可真是对 S 太不公平了。那么谁负责呢？马特一直不肯开火，于是伐叔把枪指向了格洛托。他告诉马特，即使你不射击，格洛托也会因你的无所作为而失望。关键时刻，马特抽腿挣脱铁链，试图阻止，但还是来得太晚了。格洛托被枪杀了，他快到 S 了，对马特进行了个人提问。然后伐叔拿出了榴弹枪，对机车帮发起了一场大规模战斗。对面就是地狱恶犬的巢穴，给叔叔来一发好炮。价值几十万的哈雷摩托车变成了一堆废铁。马特不想再一错再错的伐叔，和伐叔发生了冲突。混混们正在逐渐靠近，他只能用铁链把伐叔打晕，然后放进电梯，自己待在这里处理打闹的家伙。马特把灯泡打碎，立即陷入漆黑之中，一个人锁喉，再用脚踢就能打晕几个人。面对比自己强大的敌人，他靠着墙面踩踏，瞬间转到对方背后击败他。但是地狱恶犬的干涉让伐叔乘机溜走了。晚上，卡伦找到了雷耶斯的助手艾略特，因为卡伦发现了雷耶斯想要干掉伐叔，肯定有不可告人的秘密。于是卡伦揭发艾略特的秘密，以此来恐吓他，获得了有关伐叔的秘密文件。
在众多文件里，卡伦看到了一张头部 CT 扫描图。第二天，卡伦去了医院找护工。伐叔昏迷的时候，他通过对话告诉我，他的脑袋中被子弹击中了，有个女人曾经见过他，至于这个人的身份仍然未知。同时，爱尔兰的大哥费恩也来了，儿子被害120万美元被抢走，所以费恩不会放过伐叔。他召集了所有帮派成员，经过极其残酷的手段广泛进行调查后，最后还是找到了伐叔的公寓。伐叔不见了，费恩只能对狗子动手术，除了基努里维斯的狗不能动以外，这男人的狗也摸不得，帮叔叔处理伤口。他一直在游乐场待到深夜，只是为了介绍费恩，然后让他们回到自己的家。追悼会结束后，马特一直不想走。格洛托的一番话使马特感到无比内疚，这种内疚感是因为没做完的事情所导致的。由于未能阻止伐叔，导致格洛托死亡，马特感到内疚。为了消解这种心理压力，他决定采取行动。等他来的时候，现场只剩下几个晕过去的爱尔兰人。在审讯室里，费恩竭尽所能接管，也没能弄清楚120万的下落，甚至还用钻为他的脚增加了一个通风管道。伐叔连个字都不说。当费恩把电钻对准狗子的时候，他完全慌了。这是女儿留下的狗，他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他一个人值得关心，别无选择，只能告诉费恩他在哪里。你觉得伐叔妥协了吗？就在手下找到大笔钱准备溜之大吉时，一声爆炸声突然传入耳边。利用这几分钟惩罚叔叔，已经摆脱了绑在手上的胶带，他迅速抽出手枪，迎面刺向杂鱼，继续连射2枪击中费恩，毫不犹豫的前行，不给回头机会就伐叔叔的头。开枪，狙击发射，目标落地成立方形容器。他拿起霰弹枪指向费恩，想弄清究竟是谁杀了自己的妻女。费恩不愿透露，伐叔干脆就开枪了。这时候马特来了，面对一波接一波的追兵，他们居然默契的开始反击了。马特认为我们不应该杀人，伐叔想射击，马特用木棒打断手枪。伐叔要用榔头打东西，马特抢过来，直截了当的断了，解决了爱尔兰帮的问题。伐叔受伤严重，到了墓地，回忆家人时的语气变得柔和和后悔，不再像以前那么自以为是。卡伦根据护工提供的位置去了那里，也找到了伐叔的住处。现在我终于明白他为什么要杀人了。然后马特把伐叔交给了布莱特，然后我又回到了卡伦身边，假装没发生过。喝酒后的情况下，卡伦勇敢地牵住了马特的手，他们在倾盆大雨中散步，悄无声息地变得越来越亲密。马特拉住了卡伦，最后以蜘蛛侠方式分别，和卡伦互有好感。就在马特享受单身解脱的时候，家里突然来了一位意外的客人，他多年未见的初恋女友消失不见了。他也是一位超级英雄，就像艾丽卡纳奇斯一样。此刻他竟然坐在沙发上。马特19岁时邂逅了他一生中最爱的艾丽卡，虽然也经历过格斗大师的训练，艾丽卡确实非常强大，但也凸显了内心的黑暗面。他带着马特一起去了，找到杀了 S 马特父亲的大哥。在艾丽卡的怂恿下，马特举起有些犹豫的拳头，最终发泄了内心的愤怒。但这对艾丽卡来说还远远不够满足她的需要。对待罪恶的方式，她的手段和伐叔十分相似，既然有错就应该受到惩罚。于是艾丽卡建议他干掉黑帮头目 S， 但如果马特这么做的话，也就没有当下的超胆侠了。马特一直坚持要报警，最终两人性格相差太大，分手了。回到当前时间，艾丽卡突然找到马特，告诉他的爸爸刚过世了，股东非法霸占了大部分资产。他对法律一窍不通，没办法，只好去找马大律师了。虽然他一脸可怜兮兮的说的天花乱坠，但是马特完全不相信。艾丽卡和股东谈判时，马特来到大楼的对面，听说了事情并不简单。果然通过超级听力就发现了，艾丽卡拿出来的不是一支普通的钢笔，能发出干扰信号，立刻攻陷我们公司的服务器。马特不想干涉这事情，和卡伦约会时刻，艾丽卡再次找人约他见个面。马特生气地反对艾丽卡的出现，因为他害怕再次被他操控，成为他手中的工具，而我绝对不会同意。艾丽卡的一句话让马特心情舒畅了。就在这个时候，马特听到有人来了。我可以肯定地说，艾丽卡很冷静地说那是嗷乌黑团伙，然后就穿上了标志性的战服，而马特的女友也已经准备好了。为了逼马特行动，艾丽卡真是费尽心思。而且更有趣的是，他们初次见面的那天就是通过打架来建立关系，所以就算10年不见，他们还是非常默契。解决掉这帮人之后，艾丽卡分享了她的计划。阿尔邦最近很活跃，好像在策划着什么阴谋，必须先阻止他们的坏计划。他坚决不会离开那个可怕的厨房。为了早点摆脱艾丽卡，于是马特决定陪她尽情玩最后一次。与此同时，卡伦发现伐叔头部中弹入院的时间恰好是他家人去世后1个小时。如果我们将这个事件解释为他谋杀家人后为了逃避惩罚而自杀的话，这一切都是合理的。但报告中并未提到。想起前段时间艾略特找到福吉，要求福吉提供有关伐叔的资料，一切手续办理正常，必须经过法院批准方可完成。可是艾略特却打算私下交易，甚至被福吉拒绝后，他还威胁要打击麻吉律师事务所。由于存在多个疑点，雷耶斯一定有所隐瞒。报社老板听了后很吃惊，因此他用了3个小时发现了一则被忽视的新闻。
2年前，3大帮派在游乐场大战，爱尔兰帮地狱狗以及贩毒集团，这就是被伐叔追捕的3个大团伙。而事情发生的地方的游乐场，竟然和全家福的背景一模一样。了解相关联后 ，Dashed 3个人是扮演辩护律师的角色，来到医院找到了伐叔。这是一次赌博嘞！如果替伐叔辩护的减刑失败，那就意味着法律界他们将不再受到重视。尽管紧张激动会让肾上腺素增加，但卡伦还是拿出了照片，希望伐叔为了家人坦白实情，可能是钦佩卡伦的勇气，或者是长期的苦闷无人倾诉。叔叔解释了当天发生的事情，并且答应卡伦会自愿认罪，争取减刑。然而伐叔一眼看到雷耶斯的瞬间，他突然大发雷霆，在公证人面前很气愤地声称自己无辜，并要让雷耶斯下地狱。完蛋了，庭审提前到下周了，他们没有足够的时间找到翻案证据。如果要为自己进行无罪辩护的话，他是监狱里最可怕的人。在被监禁的第1天，他就刺伤了狱中的头目，徒手与存在 S20人做斗争，就连看守都不敢惹他，立刻把这个杀手从监狱中放出。出狱前的牢狱岁月只用了不到1天的时间，他就是漫威的反超级英雄惩罚者。第1天坐牢，菲斯克自告奋勇找到伐叔。他发现地狱恶犬是爱尔兰团伙，都与监狱头目达顿有来往。2年前那起游乐场悲剧也有可能与他有牵连。菲斯克直接行动，达顿不仅拥有很多手下，还通过贩卖毒品赚钱，收买了大部分监狱警察。一山只容一只老虎，威胁到菲斯克的安全了，所以他想借伐叔的手铲除掉达顿。现在伐叔面临2个选择，要么菲斯克让他们2个独自见面，伐叔有啥问题就问，只要帮他解决达顿的问题就行，或者拒绝第一个提议，让伐叔家人的 S 变成个谜，轻重不同。伐叔迅速找到了答案，在菲斯克的协助下，伐叔来到 A 区，要先干掉一个人。得知真相后，他继续逼问3大帮派聚集的原因，就是因为一个叫铁匠的神秘人做的。虽然没人见过他本人，但是他供应的面粉质量真的非常好。因为这个原因，当年达顿就成了他的中间商，正与3个帮派进行交易中。不知道哪里来了个警方卧底，于是就引发了激烈争斗，结果给伐叔的家人带来了麻烦。卡伦也听到了法医说的消息，他在法庭上提到的无名氏就是警方安排的黑帮卧底。这个家伙既不是罪犯，也不是公园的无辜受害者，他其实是个卧底警察。在此之前，卡伦还发了一份王报告，发现卧底的资料被故意删除了，那谁又在刻意掩盖呢？在获取到所需信息之后，伐扔杀达顿准备走，可是这时黑警却封锁了出口，打开4级犯人的牢门，执行对 S 叔的惩罚活动。菲斯克才不在意呢，无可奈何，伐叔只好开始还击。由于接下来的场景太暴力了，所以怎么做并不重要。经过一番激战，伐叔最终击败了20人。现在菲斯克是监狱的头头，狱警只能听他的指挥。他对刚才发生的事情感到非常震惊，于是又提供了2个选项，要么一辈子待这儿，要么伐叔今晚出狱。追求正义的同时，还可以掀起一场大战，帮菲斯克消灭强敌。随后伐叔给出了答案。伐叔脾气不好，菲斯克更离不开。他用一只手抢起200斤重的伐叔，再用猛烈的拳头狠狠地砸到伐叔身上，直到伐叔同意选第2个。叔叔要待监狱1天没到，在狱警的陪同下又被抓进监狱了。同时，刚睡醒的艾丽卡抓紧棍子就很厉害，棍手把他的身份透露给了马特，表示2人的感情回不去过去了。他生气地把老人赶走了，躺在床上考虑怎么跟马特交代。然而马特刚回家，一支箭劲直接打在他胸口上。他是守和会的忍者，通过一种训练技巧，忍者的呼吸和心跳几乎无法察觉。他暴力袭击了一位盲人马特，踢了下还没好的艾丽卡的脚，毫不给2人休息的机会。紧要关头，马特在空中旋转3周半，闪开飞镖后开始反击。等马特穿上制服，才意识到他是忍者，对方居然还是个小孩子，他就吓了一跳。男孩的脖子被割了一刀，他非常生气。最后，由于原则上的分歧，我们把艾丽卡赶走了。之后的举措只有马特一个人能做。马特使用暴力方式捉到了奥尔公司的会计斯坦，斯坦的孩子被守和会关押了，因此不得不替他们办事，逼迫斯坦揭露守和会的阴谋。马特闯进了守和会的地盘，问个详细的，找到斯坦儿子了，但是他们看到的景象让他们吓坏了。能人死后真的能复活吗？阿信被马特亲手杀害，在一记的安静后，他终于回答了：你已经通过了，这东西根本没有。上面写着苏字的容器是不是他复活的关键？就在刚才，马特碰到了斯坦的儿子，还有其他几个人被守和会奴役着。这些人眼神空洞，毫无活力，很难想象他们差点被吸干血液是怎么活下来的。突然，阿信出现了，马特吓坏了，他就把输血管砍断了，带着一个神秘盒子又突然消失不见了。好不容易平息了一波，又接踵而来。马特终于把血奴送去医院了。一传出伐叔越狱的消息，地狱厨房顿时陷入混乱。然而最紧张的是地检官雷耶斯，他当年着急想立功，在游乐场未清空的情况下，
针对3大帮派进行了收拾。结果可以预见，不仅警察卧底惨遭背叛，就连伐叔的家人也在错误的时间错失了正确的地点，惨不忍睹的被痛击。伐叔是愤怒的越狱了，他会成为我们的首要目标。就在这个时候，马特听到了声音，他拼命挤开伏击卡伦，但最终还是没能救活雷耶斯。为了避免情况变得更糟，马特带伏击去医院，然后到达监狱，询问菲斯克关于伐叔下落的事情。马特猜想的没错，伐叔逃狱了，确实跟菲斯克有关，但他也太错了，竟然用凡妮莎威胁那只野兽。眼下菲斯克一点线索都没有，屠杀仍在进行中，所以即使马特被打了，也只能走了。随后又有人被谋杀 ，S 者是负责研判尸检的法医，所有迹象都指向伐叔，所以要阻止伐叔再次行动。卡伦马上回家，试图从资料中找到答案，找出更多可能的受害者。就在这时候呢，伐叔突然进来了，他说他不是凶手，甚至为了证明自己无辜，把双手高举过头背在身后，但同时军人的直觉感觉到了一点杀意。同时有一群日本忍者闯进了医院，他们用钩子发射器悄悄爬墙断医院电源。当克莱尔发觉不妙的时候，却见到了眼前这一幕景象：5名血奴犹如行尸走肉般盯着地面看着，而地上躺的居然是医院保安的尸体。然后他们转过头看窗户上的锁，好像在期待着什么东西。忍者潜入医院，保安和护士都遭遇了同样的命运。看着克莱尔就要倒霉的样子，马特才刚来，这些忍者不会呼吸和心跳，只需不拔刀，马特完全没感觉。即使他倾尽全力，一下子也难以解决对方。克莱尔没闲着着手做了点事情。当忍者打算偷袭马特的时候，他拿起铁架，毅然将忍者推出窗外，自己也被扔了出去。紧要关头，马特突然扑向克莱尔，伸手搂住他，用绳子跳上了2楼。这5个被奴役的人，然后他主动跟着忍者溜走了。卡伦和马特碰面了，他说伐叔不是凶手，是一个神秘的铁匠，可能是因为我还在继续追寻真相，所以导致了麻烦，拒绝了马特的陪同。卡伦再次秘密会见了伐叔，他们交谈内容不重要。这段时间内，杀手已经找到了他们的准确位置，然后卡伦和店主躲起来了，罚他待在座位上等候。杀手现身，他趁着对方措手不及，开了一枪打中一个人，使用当地资源，所有东西都可以用来杀人。叔叔举起盘子砸向杀手，拔出水果刀果断还击，刺耳的穿刺声此起彼伏。卡伦吓得捂住耳朵不动。解决了2个杀手后，他就让卡伦待在那里，开始了对铁匠的报仇。在医院，法医准备开始检查尸体，却发现忍者的胸部上居然还有专门给予 Y 字疤痕的检验。换个说法，忍者在被杀之前已经经历过一次丧命。不可能吧？克莱尔建议重新检查房屋，佛波勒以机密为理由阻止了他们。此外，医院突然收到一大笔未知的资助款，尽管克莱尔有意调查，但并无进展，院方也不会答应。艾略特正要溜走，被马特给拦了一半路，逼迫询问。他确认了铁匠的存在，并从他那里获取了信息。铁匠卖的面粉既好又多，他完全压倒了其他竞争者。他的反侦查能力很强，面粉的来源无法追踪，目前唯一可以找到的线索就是中国帮，他是铁匠最大的竞争对手。于是马特去了唐人街，碰到了高老太。尽管高老太感到惊讶，但现在我们需要关注的是铁匠，高老太也一样。铁匠为了在市场上占据更多份额，正在大力削弱高老太的制造中心，这让他很痛苦。得到马特的停战保证后，他告诉马特，铁匠的货都是通过船只运进城市，具体从哪个港口不得而知。同时在港口，伐叔找到了个铁匠，出人意料的是，铁匠不仅承认不住，甚至全心追求 S。 就在伐叔准备开枪的时候，马特突然闯进来，耳朵一听就明白了，他意识到面前那个人不是铁匠，所以我们坚持不要杀人。马特竟然和伐叔扭打在了一起。经过一番激烈争斗后，伐叔已不再有战斗的意愿，他稍微有点哭腔地责备马特，你甚至连我这么一个小小的愿望都不允许实现。现在的马特其实内心也有所改变，就像高老太说的，要么做救世主，要么成为恶魔。他一直在2个身份之间来回切换，肯定有一个身份要受到牺牲。为了守护地狱厨房，我需要做一些改进。马特果断放下律师身份，与卡伦分手，但现在看起来可能还不够。马特越坚持，伐叔越舍不得让他去地狱。当杀手出现的时候，他把马特推进了海里，然后自己留了下来，和杀手们同归于尽。不要被帅哥迷住啊！也许你喜欢那种霸气十足的总裁类型，人家也许要的是你的命。艾丽卡从没想过，竟然是自己的老师杀了他。于是反抗后，一颗邪恶的种子迅速扎根。忍者村有一个传说，谁拿到黑空就牛逼了，谁就是下一任火影。而通过献祭大法，阿信已经得知艾丽卡就是黑空的新一任宿主。随后艾丽卡找到棍手，他不知道恩师为什么要杀他，但也不想知道。2人的出手都毫不留情，棍手用刀抵住艾丽卡，艾丽卡也将绳索缠住棍手。眼看要同归于尽时，马特出现充当起了和事佬，随之加入的还有手和会。
忍者将两人团团包围。然而真正目标其实是棍手。等他们反应过来，棍手和忍者已经消失不见。为了救回棍手，马特立刻来到事务所，试图找到手合会的基地。但忍者出入无影，光凭一张地图如同海底捞针。好在伏吉想到，通常为了节省开支，政府会将废弃地铁隧道堵上，而不是进行爆破填平。最终，这些从地图上消失的隧道，反倒成了走私犯的 VIP 通道。也就是说，忍者一直就藏在他们脚下。而早在几天前，马特与伏吉达成一致，关停麻吉律师事务所，好聚好散。他希望伏吉开口挽留自己，可惜伏吉也是如此。两人明明都希望对方留下，却都不肯开口，最终在相互期盼中错过了和解的最佳时机。了无牵挂后，马特来到废弃隧道，刀剑出鞘的瞬间，他扭头躲开忍者的攻击。根据刀锋产生的震动，马特成功预判忍者每次动作，从而将其逐个击破。意识到问题后，忍者纷纷丢掉武士刀，导致马特无法通过感官确定位置。他被围在角落，就算忍者近在咫尺，也只能被动挨打。就在这时，马特听到了棍手的低语：“你该更加用心追踪他们的呼吸，迟早他们都要到那个时候打爆他们的狗头。”领悟棍手的话后，马特忍着剧痛静下心，果真听到了极为隐秘的呼吸声。这么一来，看似无法击败的忍者变得破绽百出，最终在马特的怒吼中惨遭团灭。卡伦怅然若失地坐在路边，就爆炸现场来看，伐叔不可能还活着。他找到将军想告知此事，却在交谈时看见合照里的男人竟然就是爆炸案中的 S 者。一时间，卡伦汗毛直立。将军大方承认自己就是铁匠，甚至掏枪准备杀人灭口。他将卡伦带到野外，其实伐叔并没有 S。昨晚在码头上，伐叔看到曾经的战友出现，瞬间明白将军才是铁匠。当年伐叔拒绝参与范迪，因此将军一怒之下便设下圈套，害 S 了伐叔的家人。伐叔相对无言，最终用包含复杂情感的子弹结束了铁匠罪恶的一生。与此同时，竹签穿过指缝直插骨髓，棍手正经历着常人无法忍受的酷刑。好在马特及时出现，将杂鱼放倒后救下了棍手。然而一起出现的还有艾丽卡以及阿信。阿信直言艾丽卡就是黑空，说罢带领忍者一同跪在了他的面前。棍手的沉默也侧面印证了阿信的话。艾丽卡怒不可遏，他怒斥棍手不顾师徒感情，想将自己当作武器销毁，于是夺过武士刀准备杀 S 棍手。关键时刻，马特用身体抵住刀尖，用爱感化艾丽卡，而棍手趁机刺 S 忍者，最终在两人掩护下逃出了隧道。但事情远没有结束，为了阻止阿信得到艾丽卡，马特决定主动出击。他找到裁缝，对装备进行了史诗级加强，也就是这根导盲棍。别看它平平无奇，可威力和功能性连艾丽卡看了都直流口水。夜里布莱特找到马特，表示有股强大势力正在调查超胆侠的一切资料，不管是对手还是他救过什么人。听到这，马特心里突然咯了一下，他立刻拿出导盲棍，在城市上空来回穿梭。可还是晚了一步，卡伦和一众吃瓜群众此时都被手合会抓到了一起，稍有不从，美女立马子弹伺候。还在保释期的小黑见此情形，偷偷触发脚上的追踪器，希望能引起警方的重视。马特利用超级听力察觉附近有人在说日语，还有人群的哭喊，于是马特很快就锁定位置，带着艾丽卡赶了过去。虽然知道是陷阱，但马特还是破窗而入，与忍者展开了战斗。而在同时，艾丽卡也偷偷潜入解决了埋伏，将卡伦等人送出去后，马特听到忍者正在靠近，人数多到堪称一个加强连的兵力。两人还是走上了天台，面对飞来的无数支箭矢，他们不仅丝毫不惧，反而在近身后将战场分割成了两部分。马特拖住实力最强的阿信，艾丽卡负责收割忍者。解决完忍者，艾丽卡与马特组成了夫妻档，一个托马斯回旋踢，一个抬脚顶膝。阿信一时间毫无招架之力，可只因马特的垃圾话，他也被唤起了斗志。扭断艾丽卡的手臂之后，阿信以牙还牙，用一招更帅的托马斯回旋踢和一记直击面门的上勾拳将马特彻底击败。眼看马特将 S 于刀下时，艾丽卡却突然出现，用身体挡住了这致命一击。看着爱人在怀中 S 去，马特如在喉痛苦不已。阿信见黑空被毁，瞬间便兴趣盘然，准备离开。这时枪声响起，是前来支援的伐叔。在斩杀完忍者后，伐叔放下手中的巴雷特，决定让马特完成自己的复仇。从10层楼落下后，阿信并没有 S， 可正他准备离开时，棍手却突然出现，一剑便让他再也无法复活。故事的最后，马特亲手埋葬艾丽卡，并且找到卡伦，但露了自己隐藏了2季的真实身份。也许不是每个人都值得拥有幸福的结局，但也不是每个英雄都应该独自承受这份责任与孤独。无法掌控双重身份的平衡，马特的信仰逐渐崩塌，他躲在教堂内自甘堕落。无论神父和修女玛丽怎么劝，长达半年时间，马特都闭门不出，不问世事。此时，不管是义警超胆侠，还是律师马特默多克，都已经被人们默认为 S 王。少了他的阻碍，
被判无期徒刑的费斯克很快有了出狱的想法，而促成这一想法的就是佛波勒探员纳尼姆。为了给身患癌症的嫂子治病，纳尼姆家底掏空，甚至在圣诞节这天连必备的火鸡都买不起。但医保卡突然被停用，才是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在不断争取下，接手了菲斯克的贪污案。然而，一个被金钱所困扰的人，往往容易被金钱所打动。纳迪姆刚走进监狱，就得到了菲斯克的合作邀请，菲斯克的字的不得而知。不过，靠着他源源不断的爆料，纳迪姆在短短几天之内，成功捣毁阿尔巴尼亚黑帮据点，揪出了无数贪官高层，升职加薪的喜悦，让纳迪姆根本没有思考过代价是什么。而与此同时，正在健身的菲斯克遭到阿尔巴尼亚帮手下暗杀，怒不可遏的他拿起铁片就要砸，但在深思片刻后，还是放弃了这个念头。得知此事的纳迪姆立刻找来老黑，申请了狱外服刑。老黑是现任地检官，也是下一任的有力候选人。目前菲斯克对佛波勒来说如同破案 ATM 机，如果自己促成这件事，将成为降低犯罪率的功臣。因此，在纳尼姆的劝说下，老黑与联邦政府达成一致，当天晚上就将犯罪之王菲斯克放出了监狱。但在离开时，一伙武装人员突然出现，纳迪姆陷入昏迷，守卫死伤殆尽。眼看菲斯克如同困兽，被卡在防弹车内走投无路时，佛波勒探员德克及时赶到，并用精准的枪法反杀了数名武装人员。随后在护送下，菲斯克被带到5星级大酒店，住进了豪华总统套房。但没有人会想到，这次埋伏的幕后主使正是菲斯克一手策划的。现在警方坚信，他们的破案 ATM 机有生命危险，因此狱外服刑提案变得牢不可破。消息一出，福吉与马特三观尽毁。菲斯克被指控5项重罪，不管是哪一样，都足以判处他20年牢期。现在他只靠爆料，就让他们一整季的努力付之东流，换作谁都难以接受。为了将菲斯克送回监狱，马特当即决定做出反击。为了查清菲斯克在密谋什么，盲人马特来到酒店后面，得到安全门进出密码后，偷偷爬上车，摘下墨镜，穿上后勤人员制服，接着面带微笑混进了酒店。他伪装成正常人，手里不断翻阅报纸，实则是在用听力收集线索。但菲斯克周围守卫众多，因此马特根本无法靠近顶楼。正当一筹莫展时，菲斯克的律师刚好经过，于是他跟着律师来到停车场。经过一番温柔教育，得知了菲斯克的目的。他之所以大爆料，并不是与228帮派有仇，而是与纳迪姆达成交易，以撤销对凡妮莎的指控作为回报。马特来不及继续追问，就被一群守卫打断，只好离开。为了证实律师的话，马特找到福吉，看着这个 S 去已久的挚友，醉醺醺的福吉笑出了猪叫，但确认不是梦后。福吉猛然将马特拥入怀中，他有太多思念与埋怨想要诉说，可还没等说出来，马特便离开了酒吧。同时带走的还有福吉的律师 ID 证件。而菲斯克知晓超胆侠没有 S， 自然也不会坐以待。马特冒用福吉身份信息，成功混入当地监狱，见到了从前的委托人大壮。大壮表示愿效犬马之劳，可听说马特在打听228帮，他突然肾上腺素升，还莫名其妙干了马特一拳。不等马特错，狱警便以检查身体为由，将他带进了医务室。但马特发现监控悄悄调转到了 S 角，狱医也突然拿着针头刺向他。马特迅速格挡反击，没让镇定剂完全注入体内，一拳放倒狱医后，菲斯克居然打来了电话。他夸赞马特身手好到不行，根本不像一个盲人。但话锋一转，丝毫不给马特喘息的机会。接下来这段监狱打戏足足有10分钟，全程一镜到底，没有剪辑，相当考验体力和演技。先后打倒菲斯克的手下和狱警后，马特找到228帮派大佬维克，从其口中得知，派人刺杀菲斯克的不是维克，而是菲斯克自己。他买通 S 刑犯制造袭击，以此申请狱外服刑。同时 S 刑犯当天也被无罪释放。现在两人都有共同的敌人，所以维克告诉马特 S 刑犯叫伊万斯，同时让手下穿上狱警制服，带着马特开始了惊心动魄的越狱大逃杀。他一路险象环生，好不容易爬出了监狱。可等坐上车时，镇定剂药效发作，又晕了过去。等再次醒来，司机转头邪魅一笑，接着加足油门跳出车外，只留下马特与车一同掉进了海里。S 里逃生回到家后，一群佛波勒突然出现。马特怎么也想不到，第一季中的一起案件会在如今给自己沉重一击。维斯利委托他受理一起凶杀案，但实际委托人是菲斯克，也就是说，马特在不知情的前提下与菲斯克产生了经济往来。因此最新一次爆料，菲斯克直接将矛头指向马特，声称他就是自己的帮凶。好在马特反应及时，躲在天台上避开了追捕。得知马特活着后，卡伦的愤怒反而大过喜悦，他留下一句我是超胆侠，然后消失半年。这种愤怒也情有可原，所以不等马特出现，卡伦便找到菲斯克手下曼宁。通过调查发现，菲斯克不光用空壳公司洗钱，
还买下了他所住的大酒店。这一切警方并不知道。本以为自己的发现能让曼妮寻求自保，背叛菲斯克，岂料他的一番话反倒让卡伦头皮瞬间炸裂。在卡伦窥视深渊之前，他已经被深渊看得一干二净，让卡伦不寒而栗。接下来的打击更大。探员纳迪姆随后找到卡伦，调查起了马特的案件。尽管他否认是在知情情况下为菲斯克受理的凶杀案，但维斯利的照片却再次唤醒了他的深层恐惧。草草结束盘查，卡伦便借口离开，找到福吉，说出了当时所发生的一切，包括维斯利的 S 因现在不彻底击败菲斯克，那么总有一天事实的真相迟早会浮出水面。德克看不惯罪犯被这样照顾，于是在汉堡上咬了一口。等汉堡被送进屋内，他来到监控前，打赌菲斯克绝对会暴跳如雷。可德克万万没想到，菲斯克不仅没有生气，还举着刀叉吃得津津有味。等德克走后，律师送来大量资料，全部都是德克的生平档案。而菲斯克发现，德克的棒球天赋极高，甚至曾用棒球打 S 过教练，被双亲抛弃后，人格障碍也逐渐显现。退伍后作为心理辅导员，他通常给患者的建议不是自杀，就是用枪解决问题。工作期间内，德克还爱上了接线员小美，一个有牵挂的精神病。菲斯克终于找到了自己的武器，利用一些小手段，他将小美安排进酒店工作，并制造两人偶遇的机会。德克的人格障碍暴露无遗，他无意间表示在长期跟踪小美，导致约会不欢而散。回家后，德克情绪失控，疯狂用拳头宣泄自己的怒火。因为枪击案中多次开火，德克触发调查协议遭到停职。尽管这些都是正常程序，但却令他感觉到背叛，如同当年父母抛弃自己一样。卡伦和马特再度聚首，忽略掉感情戏。两人通过大量调查，最终找到了 S 刑犯伊万斯。一番软磨硬泡下，伊万斯答应前往报社说出真相。看着马特再次穿上西装，修女玛丽发出了感叹。福吉作为马特的律师，找到了探员纳迪姆，并邀请他前往报社查清真相。尽管上司梅姨并不同意，但纳迪姆还是决定前去一探究竟。正当德克万念俱灰，将枪口对准了下巴时，菲斯克打来电话，自己也曾用榔头打 S 过父亲。尽管我们都西装革履，接受过高等教育，但不代表我们就是这样的人，而伪装只会抑制我们的本性。随后曼宁敲响房门，并带来了一件改变他命运的礼物。夜里众人来到报社，就在伊万斯进行秘密采访时，灯光突然暗淡，同时惨叫声不绝于耳。卡伦透过缝隙惊恐地发现，正在屠杀报社员工的神秘人竟然就是超胆侠马特·默多克。被狂热脑残粉吊打是种什么体验？男人上网 PDD 团购，不光买了一套超胆侠战衣，还凭借精准的打靶手法把真正的超胆侠打得七荤八素。男人不仅百发百中，还擅长利用弹射进行打击，这让指挥近战的马特苦不堪言。他用桌板做掩护，试图摸到对方近身进行反制，可不料男人摸出剪刀，在极限的距离内竟然反手将剪刀甩进了马特的胸膛，接着一脚下去，马特便晕了过去。男人闯进办公室，打伤福吉等人，再一枪崩掉伊万斯，随后留下一脸惊恐的卡伦独自离去。Nice to see you。等那迪姆赶到时，冒牌超胆侠已经不知去向，马特也好不到哪去。男人利用他的身份肆意妄为，但罪名需要自己来承担。为了躲避追捕，他来不及拔下剪刀，步履跻山地寻找逃生出口。看着媒体大肆渲染超胆侠的罪行，菲斯克的脸上露出了一抹瘆人的微笑。重伤的马特回到教堂后，对修女玛丽吐起了苦水。他震惊凶手各方面超越自己，更被菲斯克的手段打击到了信心。对于这种情况，玛丽不知如何安慰马特，所以只能像母亲一般耐心擦去马特身上的血渍。随后他找到裁缝，从其口中得知对方是一名佛波勒探员。裁缝表示自己家人被菲斯克威累，因而做了2套战衣，一套给对方，一套留给马特。话音刚落，马特就听到了急促的脚步声，而这也是菲斯克一手安排的。裁缝奋不顾身地挡在前面，他一个抱摔拦住佛波勒，共有20人 S 于报社袭击。但纳迪姆发现，本该待在监狱里的伊万斯居然也在这20人当中。卡伦和他反复强调，这是菲斯克栽赃嫁祸的手段。昨晚的超胆侠根本就不是本尊。为了验证卡伦的话，他找来典狱长，发现对方左顾右言，就是不肯说伊万斯为什么在监狱外。纳迪姆直接来到酒店，质问菲斯克是不是在利用自己铲除对手。然而两人聊了许久，又好像什么也没聊。见菲斯克不肯坦字，纳迪姆只好情离开。但就在离开前，偏移的监控让他产生了疑心。回到家后，马特主动找到纳迪姆，表示凶手另有其人。结合自己先前的种种发现，决定从内部找到真正的凶手。纳迪姆找来值班记录，发现事发当天只有德克一人申请了病假，而监控记录显示，德克曾多次转动监控，甚至是关闭。因此，冒牌超胆侠的身份，纳迪姆心中已经有了答案。另一边，德克重新与小美取得联系，并且消除了之前的误会。就在这时，上司梅姨发来短信，让德克回到总部进行复职考核。他满心欢喜地赶回去，却不知道趁着这段空档，自己的高地已经给偷了。
两人潜入德克家中，利用灵敏的嗅觉，马特闻到射击残留物的气味，闻声找去。他确定战衣就在保险箱内，这你都能闻到，并且利用超强的听力，还成功破解了保险箱密码，这你都能办到。然而保险箱打开，战衣却并不在里面。这么一来，他们就无法证实德克才是杀人犯。此时德克收到短信，小美竟然要与他断绝往来，甚至屏蔽了他的来电，一时间负面情绪涌上心头。他不明白自己做错了什么，更不会知道他已经再也见不到小美了。这是神仙级别的狩猎方式。男人拿出8倍镜，找出对面楼层的受力点后，扣动扳机，子弹打中栏杆，再经过反弹，就能完成不可能的射击。我觉得子弹是从楼下传来的。几分钟前，德克匆匆赶回家，发现家里有小偷闯入，并且通过消防梯逃到了楼上。得知身份暴露后，他便运用几何学开枪射击，子弹通过折射，最后精准击中正上方的纳迪姆。关键时刻，马特借用镜子作为诱饵，骗光德克所有子弹后成功逃脱。简单处理完枪伤，纳迪姆立刻找来上司梅姨，并举报菲斯克操控佛波勒探员德克，制造了报社屠杀案。可就在他交枪准备配合调查时，梅姨反手夺过枪，一枪打死联邦公证人，还将罪名通通甩给了纳迪姆。根本不敢相信自己最信任的上司竟然在为菲斯克效力。经历报社惨案后，卡伦的精神逐渐崩溃。他找到菲斯克，惊责他毫无道德底线。可殊不知马特的秘密身份，他从始至终都知道，也知道卡伦一直在帮助马特。菲斯克的手段残暴无比，等除掉马特之后，自然也不会放过卡伦。狗逼急了还跳墙，又何况是人？卡伦歇斯底里地表示：“你最好的朋友维斯利就是我杀的。”过程干脆利落 ，S 的时候都没有反应过来。听到这，菲斯克的笑容逐渐扭曲，他想要撕碎卡伦，却被佛波勒拦住，没有机会下手。然而对于杀害好友的凶手，菲斯克怎么会就此善罢甘休？早在出狱之前，他高价买下酒店，将楼下改造成监控室，随时观察外界的一举一动。现在时机成熟，菲斯克改名精病，不再伪装。他派德克来到了纳迪姆家中，并且用家人以及公证人的死作威助，轻而易举就收服了纳迪姆。令他没有想到的是，不光梅姨和德克，甚至所有佛波勒高层都已经成了金并的看门狗。在德克的带领下，他们开始对金并的对手展开清算。梅姨知道纳迪姆无法接受，于是说起了自己的故事。他曾经有2个孩子，因为不肯接受金并的贿赂，当天一个孩子就死在了车祸中。类似的事情不光发生在他一人身上，言外之意很明显，没有人能够拒绝金并。在威压之下，纳迪姆不甘地弯下身子，替金并解开了脚上的追踪器。随后警方以证据不足，判处金并无罪释放。与此同时，修女玛丽见马特负伤回来，再也抑制不住情感。她知道马特性格倔强，于是默默向受难耶稣求助，希望耶稣帮助他的儿子渡过难关。通过超级听力，马特听到了这一切。原来当年马前与老马特一见钟情，生下小马特后，却因为产后抑郁无法接受的马特离开教堂，来到了拳击馆，而后知后觉的玛丽只能抓着儿子曾睡过的床单嚎啕大哭。这时纳迪姆打来电话，在说出来龙去脉后，他表示金并正与黑帮谈判，希望马特赶紧出现，将金并与佛波勒的事公之于众。而画面拉长，金并与德克也坐在车上。好在马特通过听力听出纳迪姆的心律不齐，知道是圈套后，马特趁机来到酒店，找到监控室。而屋内的花姐见马特出现，也长舒了一口气。她正受到威胁，只能带着追踪器替金并打掩护。花姐表示，金并的目标其实并不是马特，而是此时躲在教堂内的卡伦。神父在台上坐着祷告，台下却来了一位不速之客。冒牌超胆侠突然出现，并不由分说用棒子打 S 了一位信徒。等大家反应过来，已经为时已晚，逃生出口被全部锁死，他们无处可逃。卡伦知道德克的字标是自己，于是拦在神父身前，打算撒生自己保全住大家。德克一棒子下去，被打中的反而是神父。看着形如父亲的神父倒在面前，赶来的马特悲愤交加，他将德克按在地上一顿摩擦，趁机拖住时间掩护众人离开。但德克的目标依旧是卡伦，他打倒马特，接着凭借顶级手法将佛珠当成了致命武器。但凡经过他的手，这些平平无奇的佛珠都变得威力惊人，每一下都能够打穿玻璃，对卡伦造成生命威胁。马特试图拖住德克的步伐，可伤痕累累的身体早就已经不允许他继续战斗了。眼看将被一剑封喉时，卡伦鼓起勇气，哭哧一下将德克打到了楼下。他含着泪查看马特的伤势，等反应过来，德克已经消失不见。得知此事的纳迪姆十分愤怒，他要是知道会出人命，说什么也不会背叛超胆侠。但事已至此，他只能与德克返回教堂。两人找到正陷入悲伤的玛丽，随即展开了大搜查。进入密室后，玛丽注意到石棺边缘带血，他们应该就藏在里面。玛丽无法承受再失去儿子了，于是赶在被德克发现前，显而又显地挡住了德克的视线。把几人忽悠走后，
卡伦将经过告诉给马特，关于为何杀害维斯利，又是怎样惹怒金并引来德克，认为是自己的鲁莽害 S 了神父。马特虽然震惊，但还是不忍心责怪卡伦，他们才能回归到正常生活。不久后，金并出现在公众视野，金则是超胆侠杀害神父，而自己则是被有心人冤枉了。他的有声的演讲盖过质疑声，很快便左右舆论，将自己形容成了受害者。追捕还在继续。马特察觉到搜捕犬的气息，这说明他们时间不多了。趁众人不注意，马特偷偷从窗户离开教堂。随后福吉作为律师匆匆赶到，为卡伦申请了自首。根据地方法律，卡伦涉嫌当地一起谋杀案，因而当地警方布莱特有权带走卡伦。两伙势力相互对不肯退让，纳迪姆也不想一错再错，私下让布莱特强硬带走卡伦，自己则会拦住德克。眼看纳迪姆百般阻挠，德克的情绪管理再度失控。离开教堂后，布莱特没有前往警局，而是放走了卡伦。随后事务所三人再度会合，并敲定用法律手段打败金并，而纳迪姆就是最佳证人。因为背叛金并，纳迪姆知道必然会遭到报复，他与家人准备连夜离开，但还是晚了一步，杀手冲进家中连番射击，纳迪姆的备弹已经所剩不多了。好在关键时刻，马特从身后出现，没有让悲剧再度上演。为了赢得信任，马特摘下头套，暴露了真实身份。最终在几人的帮助下，纳迪姆的家人住进安全屋，暂时没有生命危险。而他也决定出面指认金并的罪行。早在几天前，福吉通过一段演讲，成为了地检官有力候选人。他找到现任地检官老黑，用退出选举与他达成了合作。老黑将会召集大陪审团，他们只需将纳迪姆安全送到法院，就能揭露金并操控佛波勒，利用冒牌超胆侠制造报社惨案的真相。为了确保安全，马特决定兵分两路。布莱特带领警方吸引金并，他与纳迪姆坐上货车，偷偷前往法院。可不出意外的话，意外还是发生了。来不及细想，他猛然扑倒纳迪姆，在枪林弹雨中捡回了一条命。但司机领了盒饭，所以马特只能够另想他法。两人一个爆点一个开枪。Get reloading, wait for your weapon. 隔空击毙3名杀手后，也逐渐找到了默契。马特示意1点钟方向有2人，纳迪姆便提前枪，在杀手出现的瞬间完成反杀。他听到有尚未熄火的空车，便带着纳迪姆艰难前行。马特伪装成盲人吸引注意，纳迪姆趁机夺过步枪，反手与杀手扭打在了一起。安全抵达法院后，纳迪姆面对陪审团开始了称述。而在外面，卡伦请来大量媒体记者，描述发生在自己身上的遭遇。现在外界风起云涌，可风波主角却不为所动，往往只需要最朴素的烹饪方式。金大厨忙碌了一早上后，给归来的凡妮莎做了一顿美美的荷包蛋。他曾向凡妮莎保证，你回来的那天，我将用整个地狱厨房向你求婚，因此不管现在发生了什么，他都早已做好了准备。纳迪姆提供的证词很有说服力，胜利只是时间问题。就在几人春光满面，等待最终结果击败金并时，马特通过听力却听到团长正在威胁陪审员。马特绝望地发现，无论自己如何挣扎，似乎都没有可能战胜这个衣冠禽兽。几人面露痛苦，只能看着金并被判无罪，而卡伦却被认为是哗众取宠，遭到了媒体大肆围攻。这一切令当事人纳迪姆呕吐不止，他不再相信司法系统，反而一拳打倒福吉。回到家中静候德克的出现，随后纳迪姆 S 亡的消息就传到了他们耳边。正当福吉卡伦陷入沉默时，马特却抓来曼宁，通过极其残暴的手段得到了他出庭作证的保证，并且得知了关于德克的一个秘密。随后曼宁被逮捕，梅姨也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将联邦公证人的 S 甩给纳迪姆，从而与这件事撇清了关系。就在两人万念俱灰时，福吉收到消息，纳迪姆的妻子出现，并指定福吉成为他的代理律师。等德克梅姨离开之后，女人偷偷在纸上写下一段话，并且拿出纳迪姆的手机。福吉心领神会，他带走手机，找到了纳迪姆留下的视频。视频的内容非常关键，不仅揭露了金并罪行的细节，还牵扯到众多佛波勒高层。人之将 S 其言也善，这句话对法官来说同样有效。与此同时，马特给德克打去电话，并说出了事情真相。好奇心驱使下，德克根据提示来到冷冻室，找到了 S 去已久的小美。原来德克患有人格障碍，金并正是利用这一点制造了两人的偶遇。当德克对小美逐渐产生依赖，在德克最无助最绝望的时候，从而左右德克的思想。得知真相后，怒不可遏的他穿上战衣，带着小美来到了酒店停车场。在宾客的祝福，金并与凡妮莎喜结连理，成为了一对恶魔夫妻。他们翻篇起舞，享受着无尽赞美和羡慕。可殊不知，卡伦已经做出了行动。他带着视频找到报社老板，接着通过媒体将事实真相公之于众。正当两人沉浸其中的时候，看到视频的宾客表情逐渐诡异，但就算是这样，两人还是故作镇定，继续在舞池中策马奔腾。这时德克出现，他夺过话筒丢向金并，却被餐盘拦了下来。见马特一同出现，
金并立刻带着凡妮莎准备乘坐直升机离开这里。德克在舞池中的收割表演，为自己赢得了把眼的称号。马特来到监控室，救下被囚禁的花姐，还关闭了酒店电梯。现在就算楼下警方再多，也阻止不了马特完成复仇。德克随之加入，三人在屋内大打出手。德克暴打马特，金并怒捶德克。反过来，马特又端飞了金并，现场堪称 WWE 大乱斗。趁两人互殴的时间，金并脱下西装给凡妮莎穿上，这是软质皮甲做出的西装，能够抵抗物理攻击。金并接连被德克击中要害，可见德克想伤害凡妮莎，他突然暴走，一把将德克抱起撞向墙角。随着嘎嘣脆的响声，德克的脊柱彻底断裂。几番缠斗后，马特战胜了这不可一世的恶魔，但同时他心里清楚，司法系统无法审判金并，自己又无法痛下杀手，因此两人达成交易，金并在监狱中用余生赎罪，那么警方就不会逮捕凡妮莎。随着金并伸手握紧马特，故事到这也就结束了。